嫂嫂，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你这种场合闹着难堪，我带他下去。他年纪小不懂事，你们年纪大也没见懂事过。哎，你这个人再说一遍，你刚才说谁是狐狸精？说的就是你。谁是狐狸精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别哭了啊，走吧走吧。前院开席了，请各位娘子入席。走吧，嫂嫂。显然是家里招待不周，下人们伺候的不好。张大娘子，您多担待。你少惺惺作态。姐姐，你责骂我是正理，何必开罪人家盛夫人呢？你现在哭哭啼啼，装个可怜样给谁看？张大娘子，就要开席了，要不咱们去前院听听南曲戏文，边听边吃些茶水果子。南曲戏文有一出叫《苏秦衣锦还乡记》，你听过没有？衣锦不还乡，犹如黑夜行。如今这场面就是你衣锦还乡之作，可你想在我头上逞威风，却也休想。什么威风不威风的，都是些恭维话。您是最宽厚的人。你不用在这给我赔笑脸，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。瞧瞧，瞧瞧你们这些人，香山野岭，沐猴而冠。他为了保住邹家地位，宁可做妾也要嫁到沈家，而你，庶女出身，命好，攀了高枝，做了侯爵娘子，却在这里欺上瞒下，横行霸道，忤逆不孝，欺辱婆母。你们当全天下都瞎了不成？哎，嫂子，你怕是吃醉了吧？那是顾侯夫人，我哥哥的至交，先扶您下去休息吧。翠微，你扶张大娘子去歇歇吧。是。你敢碰我？你们这群人，蛇鼠一窝。可别人怕了你家的权势，不敢替秦太夫人说话，我可不怕你。好了，嫂子，你别生气。您这是听了什么烂槽子的话？大娘子，人家盛夫人又没得罪你什么，你何必老是这样针对人家呢？丹菊，哎，你先扶邹氏娘子去歇歇吧。哦，好，走走走。夫人，您千万别怪罪，都怪我不好，我走就是了。哎，你干嘛呀你？走开！走，你走开！你咋了你？有什么好事？嫂子，人小不懂事，就算了吧。把手松开！别打了！人小不懂事，就别计较了，就别计较了。老婆呀，放手！老爷，前院南曲在唱《莺莺传》，是娘子喜欢的。别人看不看不打紧，娘子不去看看吗？去，大家都去，大家都去吧。走走走。前院已经开席了，大家赶快入席吧。咱们走吧。你说这如今也是反了天了，你说一个妾也能来大宴？我们家这庶女都当了侯爵娘子了，妾不妾的，我早就看开了。你且放宽心，侯府以后还是你说了算。快别再说了，这都成笑话了。康家妹妹，咱俩虽然认识的时间晚，可是谈的却是投机。我心里这点郁结呀，幸亏有你宽慰。我嘴笨不会说话，倒是胜似姑娘知书达理的，你时常也该见见她。快别再跟我提这些庶女姑娘们了，我呀是真怕了她们了。她们一眨眼啊，这就17、18个弯弯绕在肠子里。光是我们家一个盛六姑娘就已经这样，再来一个，
我恐怕是要提早见阎王了。你说这谁说不是呢？咱们都是嫡女，都说嫡女尊贵，可是被那些小贱人坑害的时候，真是有苦说不出。你说找人诉苦吧，人家说你不宽厚，若吞下去，他们真能吃了你。听说你们康家的庶儿庶女都挺听话的。我掌家管事，他们若敢不听话，我这几十年岂不白活了？哎呀，我们家呀，人丁稀薄，不像你们家，孩子多，热热闹闹的。要不这样，我过2天领个听话懂事的过来，也让你热闹热闹。那感情好。杏儿，你来了。哎，我也知道大娘子私会齐小红爷了。什么？大娘子并没有做什么呀，这会怎么不听人分辨呢？怎么办呀？我一定帮你跟大娘子说好话，你别着急啊。那张大娘子啊，咬着牙走的；邹小娘哭着喊着走的。听说这桌面上的人啊，脸面都不好看呐。这顾侯啊，也是真够任性的。汴京高门贵女多的是，他偏偏娶个庶。可怜这小户人家的，哪见得上这大场面？事情虽不大，只是妇人之争。可是丢的是禹州人的脸面呀，只怕皇帝。陛下是天下人的陛下，不是他禹州的陛下。皇帝这一点心里是清楚的。沈将军毕竟是国舅，皇后的亲弟弟，不愿他太难受了。明早请安的时候，你再好好的安慰皇后。安慰皇后？今日席面做的不好，恐怕连累了侯爷的颜面。哇，鸡汁焖笋丝，爹爹你最喜欢的，爹爹你就多吃点嘛，你最喜欢的。好好吃饭，别乱抱。我也打算一直生气的。我服侍侯爷安置吧。你自管你自己吧。可有什么要说的吗？
我有什么要说的？那侯爷上朝吧。你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什么可说的。我知道你在气什么。可你既然见着了，就应该明白，我只是让小公爷别带着仇怨，并没有一丝逾矩的呀。我亲眼所见，你并无逾矩。那你还气什么？但你跟袁若说，让她珍惜身边人，那你有珍惜过我吗？你给我纳个妾是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为着侯爷着想才收的呀。你为了我好，就给我纳个妾？隔壁院虎视眈眈，你姑母受了他的蛊惑，特意来堵我。我先是散了你那些通房，结果又来了一个朱曼娘，如今还闹到了朝廷。若我今天再拒了你姑母，那他们两个不会善罢甘休的。那到时候不还是侯爷你去弹压吗？我这也是为着侯爷的清净着想的呀。你不是为了我着想，你是为了你官人着想，你是为了侯爷着想。你有想过我吗？你一次都没有。可你不就是我的官人吗？可我也是你的二郎啊，我也是仲怀啊。你能为我想想吗？你是二郎，你是仲怀，所以呢？石头，哎，侯爷，这就上朝了吧？还上什么朝啊？没心思上朝。大娘子，侯爷也没回来，宫里又叫，不知什么事儿。既来之则安之吧。这个石头真是的，要用他的时候根本用不上，也不知道劝劝侯爷别在外头瞎逛。傻小桃，石头是侯爷的人，自然为侯爷的命是从。侯爷，全都是侯爷，也不替我省心心。下次再也不吃他的樱桃煎了。那些刺客以为他就是我，将他杀害，还割了他的头颅去邀功勋上。我才因此躲过一劫，才有机会走上这个位置。我的这个位置，是他拿命换来的。弟妹是为我死的，也是为我弟弟死的。如今我们沈家荣华富贵，可他却再也享受不到。所以陛下和娘娘才默许沈将军纳了邹家嫂嫂的亲妹妹。我们沈家欠邹家一条人命，
可如今，我弟弟地位尊崇，若是要与旧臣联姻，也只有他的国舅身份，才堪匹配英国公主女。妾身明白娘娘的难处了。小邹氏是贵妾，更是皇妾，张家姑娘是受了委屈了。他们两个在你家大宴上闹着一场，给你个顾侯下不来台，让你们难做人。你就看在我的份上，别往心里去，好吗？娘娘说这话，真是折煞妾身了。我们从禹州那个小地方出来的，坐上这个位置，就像坐在那炭火盆上，没有一刻安稳。朝上朝下，院内院外，都指望着大家。沈家都是禹州旧人，张家娘子身在其中，也是势单力薄，长久积怨之下，反而……我又何尝不知呢？就怕到时候新旧两臣联姻的美事弄成了怨气，那可就是动摇了国本，动摇了社稷的大事。若娘娘答应，妾身愿意去探望张家娘子。盛大娘子，你可解了我的心头大事了。娘子，听说侯爵娘子还在厅里坐着呢。这应该有半个时辰了吧？她可真沉得住气。一个庶女受的怠慢也多，或许习惯了。也罢，谁让顾侯也是禹州出来？我姑且过去，给他家娘子一个台阶下。这不是在赶客吗？你说咱这大宅院里哪有赶客的道理呢？是，我家姑娘就想在家歇歇都不行，非要去应酬这边看笑话的。也是。哎，这样，让我去说。好。夫人金安，方才内院传来话，说我们大娘子午睡未起，恐怕还得劳累夫人您再坐坐。盛夫人若有旁的事儿，您不妨先忙去。你家大娘子操持一家是够累的了，是该多歇歇了。我也没有别的事儿，我就好吃你家这口茶，多吃2盏吧。厨房做了有配茶的果子，大娘子若不嫌弃，也请尝尝看。那我就好吃这一口了。我来给姐姐请安。哟，大娘子来了，也没有人同我讲一声。邹小娘，童女说过许多次，大娘子的这个院子你少来才是。我也真是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，竟让大娘子这般厌烦。我身为妾室，来给姐姐请安，不是应得应分的吗？这可倒好，叫人顾侯夫人看了笑话不成？小娘来的不巧，我也正是要走了。我姐姐事多劳累，让她先安睡着，不如大娘子去我那儿坐一坐，
原是顺路过来的，我家中还有别的事儿。那我送送大娘子。我家侯爷是见过邹大娘子的，日常说起来也时常称赞。每当说到她为救皇后而早亡，忍不住的时候，也洒过眼泪。我姐姐若是在，我家又怎会如此忍气吞声？为了邹大娘子，我也要讨人嫌的在你面前说两句了。大娘子，你可是侯爵夫人，也算是我们禹州人了。你说话呀，就跟百灵鸟一样好听，怎会讨人嫌呢？英国公乃是国之重福，张大娘子是国公独女，她因名门正妻，如今在院里连路都不多走两步。若不是我家侯爷亲自来下帖，她万是不会出门去侯府的。那他不还是去了吗？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让场面难堪。现在所有的官眷都在议论，说他让大娘子扫尽了颜面。你一切事不但比我排场还大，竟还来了正场面的宴席。我何止是要扫人颜面，闹上朝廷也未可知。侯爵夫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张大娘子是为着朝廷嫁过来的，邹小娘你是为着恩情纳进来的，本是背后各自有神心。如今张家愿意息事宁人，就在院里不出去。邹小娘你呢，在家里说话管事儿，虽以下克上是有违常理，但只要大家相安无事，也是家和万事兴的迹象。若是纷争不断，闹成一团，他张家家世显赫，那总归是臣子嘛。我们将军那可是国舅，姐姐又是宗室元妻，有皇后和桓王相护，难道我还怕他不成？天下万事都逃不过一个理字，为人处事，最好是自己别犯错，也别因旁人犯错，自己也跟着犯错。直如弃珠玉而就草迁，最后自己反倒没嘴说人家了。侯爵夫人，你这话的意思是站在张家那边了？也是，英国公府势大，谁人不忌惮？可我也不是那等子贱气，任人揉搓，我可是有诰命在身的。诰命的妾室，天下没有第二个，何等的荣耀！可若真是闯出祸事来，谁来做这出气呢？难道会是张大娘子？自然也不会是沈国舅啊。你们夫妇还真是同心呢。前脚侯爵刚来游说完将军，现在你又来游说我了。我家侯爷来过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吃了张家的米呢。我们侯爷可真操心啊！却是到这儿来了。大娘子，大娘子，请大娘子到房里去吃茶。大娘子，您请坐。我头疼，躺在床上懒得起来。原以为你是来看笑话的，所以不想见你。如今身边的妈妈说你是明白我的，明不明白有什么用？大娘子，还是身子要紧。你们顾侯是禹州起家的，这中间的事情你也都知道了。我也不太知道。但不论怎么地，都是身外事儿。若是身子不好，即便是富贵无极，那也是没趣儿。你也不用来劝我，让宫里宫外都放心吧。只要她邹三姑娘肯安稳些，
我也不会去找谁的麻烦。用不着各打50大板了。我知道你们外面怎么想的。沈家既娶了我张家，又纳邹氏，前不顾糟糠情分，后又贪图人说一句知恩图报，左边也想要，右边也想好，自然左右都难做人。这种事情若是觉得为难，那么得意的大体都是男人，吃亏的多是妇人罢了。你看那株梅，脾气倔，好水好肥供着，偏不开花。年前花匠烦了，懒得理睬它们，到了冬天，反而自己开了花。自然活着，也许还能活下去。即使能开花，便能一直开。开花结果，枝繁叶茂。若是他能选，也定然不想栽在这扇窗子里。若是我能选，我也不想像一个物件一样嫁到这家来。我娘家祖母身边有个贴身女使，姓房的。她自小跟我说，无论是男女，要想活着好，无非是一命、二运、三本事。只要3者能占其2，便可一生顺遂。大娘子，你从小是生在英国公府这种极鼎盛世家，已经算是1等1的投胎了。像我家房妈妈，就是投胎没投好，原就是穷的活不出来了。7岁上，一顿饱饭都没吃过，一件完整的衣裳都没穿过，只能把它卖了，家里才能换点米饭、盐吧。这样的苦楚，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是想象不出来的。最后，多半就是卖身到了你家。是呀，自打去了我祖母身边，是绣花、梳头、看账理事，她一路学一路干，一步一步的走到我祖母身边，做了1等贴身女使。后来我祖母给她放了身契，嫁了人户，还生了2个儿子。你家这个妈妈运气实在是好，想必是好人有好报吧。她这一生也算是圆满。她没投好胎，尚且都能挣扎出这么一番景象来。大娘子，你是金尊玉贵，为什么非要尾蹲在这屋里，空看流云落花呢？这过日子，时间长了，才知道是苦是乐。现在已经算是嫁过来，苦也是一辈子，乐也是一辈子。若是天天在这愁苦当中，日日怨怼，那可就真要困在这愁苦里了。不如像房妈妈似的，挣扎向前。挣扎向前。妹妹，你瞧着，比我还小几岁，可见事比我明白多了。外面说你那些话，竟都不是真的。管天管地都管不住人家的嘴。有道是，日久见人心。老沈，
我现在怎么就不能娶邹家姑娘？我愿意把这权势富贵全给邹家，又怎么了？老沈，你清醒点吧！你还以为你是在禹州呢？你还以为你是那个大头兵，怀里揣着几十两银子，手下几百个兄弟，不是那样了。你现在是堂堂正正的国舅爷，秦王平叛的先锋，御赐的威北大将军，这里是东京城了。不是禹州了，不是禹州了。你邹家那个三妹妹，如果同你的邹大嫂嫂一样，我还跟你说什么？你还在这喝什么砸什么？就是因为她飞扬跋扈，以妾灭妻，以下犯上，弄得你后院一团糟，家宅不宁。你再不清醒，这样一定是会闯祸的。别再步我的后尘。不要再往那个坑里边跳！我愿意摔在邹家的坑里，我愿意死在这坑里。周淮，我不想来边境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与邹大嫂嫂感情恩爱。比我好，你家大娘子比她可厉害多了。撮合我和张家姑娘，我心里清楚。替我谢谢她。张家姑娘为人爽利，不为难人，只是你那大娘子百般剔透。你可得好好带她，不要像我啊，我回不了头了。我家大娘子百事通透，唯独是在感情这事儿上，如同个3岁小孩子一般。我呀，也是在自欺欺人呢。何以解忧啊？唯有杜康。来，你把杯子都摔了，你拿什么喝呀？来吧。连沈家的事情，他们都找了顾家夫妇俩。顾后娘子险些没进得了张娘子的门，结果都送客了，却又被叫回去，一道吃了茶。吃了多久啊？吃茶没多久，可顾后娘子走了之后，张娘子便立马叫人把那些马器配件全都取了出来。上次外放宫女时，我已经见识了顾后家的娘子。看来，他们夫妇2个都是皇帝的帮手了。桓王交的这个朋友倒是不错呀，买1送1，值了。跳跳。别怕，别怕，马儿是最乖不过的。走，哎，真是，你为什么这么笑？你快看了，这马
啊？他一直故意颠我呢。啊？没看见啊？这。是他！夫人，铁杆！驾！盛小六，你个泼皮！就打个球而已嘛，别生气呀！还小！哎，赛还没开，彩头都还没定呢，你们夫妻二人欺负我家娘子一个，是欺负我家没人了吗？在禹州城的时候，你马球就打不过我，彩头不彩头的，终将是落到我的手里。开不开赛又有什么分别？顾二郎，顾二郎，你也太猖狂了！难道这么些年过去了，我还打不过你吗？你若能赢了我，我那杆枪就是你的。你舍得？你还真以为能赢得了我呀？枪呢？石头，来。将这彩头挂上去，看我今天占你家顾侯，夺你这把红枪！不止顾侯，还有顾家娘子呢。哦，你们夫妻对战啊？我可是赢过顾侯2次的人，将军可敢一战？你能打得过仲怀吗？他7岁的时候投壶就赢了我一次，后来在马球场上又赢了我一次。你若不信，可以问问这些官眷们，估计个个都还记得。我还记得那次的彩头是只金簪。夫人，你可有兴致一战？既到此处，不战何为？好，看我今天非把你这把宝贝红枪给夺回来不可！新开局，本局彩头，乌金虎头，长枪一杆。发球！将军，这可真是一杆好枪啊！我竟不知娘子马球打得这样好。我的事儿，将军不知道的多了。
看来今日早饭的厨子做的还真不错，侯爷吃到现在都还没出发上朝呢。嗯。前几日张大娘子来看我，说国舅爷与她多说兵书，两人相谈甚欢呢。瞧着这沈家院子最近是安稳多了。能好就好。凤仙没给侯爷添什么麻烦吧？我已经跟他说了，让他别乱走动，肯定不会碍着侯爷的。你看着办。侯爷，错的地方不好了。不用了。啊，又不上朝啊？大娘子，侯爷这2个月总说些怪话，实在让人看不懂啊。不然，去问问老太太。我前几个月才在家里跟我爹顶嘴，我这再去找祖母念叨这事儿，岂不是让他老人家生气吗？那怎么办？可我瞧着，侯爷也没有去别处，连秦小娘那个院子也是荒着的。横竖侯爷就在身边呢，就先这么将就着过吧。可是姑娘，这侯爷从来都是喜欢嬉笑怒骂的直爽性子，如今都冷了好久了，姑娘你就不担心吗？就觉着这屋子里面空落落的。可不是嘛，这侯爷回来，也不给咱们讲笑话，也不给咱们带好吃的了，屋里都不热闹。是呀，屋里都不热闹了。夫人，张大娘子来了。熏香无觅听候，纵映朝霞半日晖，风雨捉不透。一人共长消瘦，太高冰泪难流。经书诵罢莫回首，无语随可偷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？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。昨夜一书风骤，浓水不消残酒。试问怎恋人，却道海棠